道林·格雷的画像。奥斯卡·王尔德。第9章。第二天早上，多里安吃早饭的时候，仆人带巴兹尔·霍尔沃德进来了。多里安，我很高兴找到你，他很认真地说。昨晚我来了，他们说你在歌剧院。当然，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希望找到一张纸条，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我过了一个可怕的晚上，害怕一个悲剧接着另一个。我想你应该知道后，就给我发个电话。我只是在报纸上看到的，那是我在俱乐部拿的。我立刻来到这里，没找到你，让我很难过。我无法说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多大的痛苦。我知道你一定也很痛苦，但是你在哪里？你去见那位年轻女子的妈妈了吗？我一度想跟着你到那里。报纸上有地址，好像在尤斯顿街的某个地方，是吗？但我害怕打扰一个我无法减轻的痛苦。可怜的女人，她现在一定很痛苦，而且她还是她唯一的女儿。她说了什么？我亲爱的巴兹尔，我怎么会知道呢？多里安·格雷小声说，他正喝着葡萄酒，酒杯是水晶杯，上面有金色的气泡，他看起来非常无聊。我在歌剧院，你应该来的。我认识了一个夫人，哈里的妹妹。我们在她的包厢里，她非常迷人，帕蒂唱得像个女神。别说那些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说某件事，就好像它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像哈里说的那样，只有说出来才能让事物变得真实。但我告诉你，她不是唯一的女儿，她有一个儿子，一个迷人的人，我想。但他在剧院工作，他是水手或者类似的职业。现在告诉我你和你的工作。你去歌剧院了？霍尔沃德说，他说话很慢，声音因为痛苦而变形。当西比尔范躺在房间里死去的时候，你去歌剧院了。你怎么能告诉我另一个女人很迷人，或者帕蒂唱得像个女神？在他所爱的女人甚至还没有安息之前，他那苍白的身体所要面临的恐怖，难道不会让你感到害怕吗？够了，巴兹尔，我不想听。多里安站起来喊道，别跟我说那些事。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的就是过去了。你把昨天叫做过去。过去多久有什么关系？只有不聪明的人才需要很多年才能摆脱一种情感。一个能控制自己的人，可以像创造快乐一样轻易地结束痛苦。我不想受我的情绪支配，我想利用它们，享受它们，并控制它们。多里安，这太可怕了！你完全变了。你看起来仍然像我过去每天来我的工作室，为我的画像摆姿势的那个可爱的年轻人。但那时你很单纯、自然，充满爱意。你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我不明白你发生了什么事。你说的话好像你没有心，也没有怜悯之心。这一切都是哈里的影响。我明白了。年轻人脸红了，走到窗边，看了几分钟阳光下的绿色花园。我欠哈里很多，巴兹尔，他最后说，比我欠你的还多。你只是教会了我虚荣。好吧，我现在受到了惩罚，多里安，或者有一天我会因此受到惩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巴兹尔，他转过身来说。我不明白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我想要我过去画的多里安·格雷，艺术家悲伤地回答。巴兹尔，年轻人走近他，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你来得太晚了。昨天，当我听说西比尔范自杀的时候。自杀？天哪，这件事没有疑问吗？霍尔沃德抬头看着他。脸上带着害怕的表情。我亲爱的巴兹尔，你不会真的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意外吧？当然是自杀。
年长的那个人用手捂住了脸。太可怕了，他颤抖着小声说。不见是，多里安·格雷说，这没什么可怕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浪漫悲剧之一。一般来说，演员的生活非常普通，他们是好丈夫、忠实的妻子，或者其他无聊的事情。你知道我的意思，普通人的优点等等。西比尔是多么不同，他经历了他最美丽的悲剧，他一直是个英雄。他最后一次表演，你看到他的那晚，他演得很糟糕，因为他已经知道了爱情的现实。当他知道他的不真实时，他像朱丽叶一样死去。他回到了艺术的领域，他身上有一种精神。他的死具有悲惨的徒劳，他无用的美丽。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别认为我没有受苦。如果你昨天在适当的时间来，大约在5点半，或者差一刻6点，你可能会发现我在哭泣。甚至哈利，他当时在这里，事实上是他告诉我的消息。他也不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我非常痛苦。后来他就过去了。我无法重复一种情绪，除了多愁善感的人，没有人能做到。而且你非常不公平，巴兹尔。你来这里安慰我，这很好。你发现我被安慰了，你就生气了。多么善解人意的人呐！你让我想起哈里讲的一个故事，关于一个慈善家，他花了20年的时间，试图改变一项不公正的法律。我忘记了具体是什么，最后他成功了。没有什么能超过他的失望。他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几乎要无聊死了，变成了一个厌世者。而且，我亲爱的巴兹尔，如果你真的想安慰我，不如教我忘记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从适当的角度来看待它。我记得有一天在你的工作室里，我偶然发现那句美妙的话。好吧，我不像你在和我在一起时认识的那个年轻人，那个曾经说过可以安慰他度过生活中的所有苦难的年轻人。我喜欢那些可以触摸和处理的美丽事物，古老的锦缎，绿色的青铜器、漆器和象牙雕刻，精致的环境，奢华、炫耀。你可以从所有这些东西中获得很多，但是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对我来说意义更大。就像哈里说的那样，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就是逃避存在的痛苦。我知道你听到我说这些话会感到惊讶，你没有意识到我成长了多少。你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现在我是一个男人。我有新的激情，新的想法。我不同了，但你不应该因此而不喜欢我。我变了，但你应该继续做我的朋友。当然，我非常喜欢哈利，但我知道你比他好。你并不强大，你更害怕生活，但你更好。我们在一起是多么快乐啊！别离开我，巴兹尔，别和我争论，我就是我，没什么好说的了。画家感到非常感动，他对这个年轻人怀有感情，他的个性对他的艺术产生了影响。他无法忍受继续责备他的想法，他的冷漠可能只是一种短暂的情绪。他身上有太多的善良和高尚。好吧，多里安，他最后带着悲伤的微笑说，从今天起，我不会再跟你说这件事了。我只希望你的名字不要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调查将在今天下午进行。你被叫了吗？多里安摇了摇头，听到调查这个词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不高兴的表情。所有这些事情都太粗俗和庸俗了。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他回答说。但他会知道的。只有我的名字，而且我完全确定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他曾经告诉我，每个人都好奇我是谁。他总是回答说，我的名字是迷人的王子。他真好。你必须给我画一张西比尔的画，巴兹尔。我想保留一些关于他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几个吻和一些回忆。
我会尽力做一些事情。多里安，如果你喜欢的话，但你必须再为我摆姿势，没有你，我无法前进。我永远不会再为你摆姿势了，巴兹尔。这不可能，他后退着说。画家惊讶地看着他。我亲爱的孩子，真是胡说八道。他说，这是否意味着你不喜欢我为你画的那幅画像？它在哪里？你为什么把屏风拉到它前面？让我看看，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作品。把屏风拿开，多里安，你的仆人这样藏我的作品，真是太可耻了。我进来的时候，感觉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变了。我的仆人与此无关，巴兹尔，你不会认为我让他整理房间吧？有时他会把花放在我的位置上，仅此而已。不，我自己做的。他给的光线太强了。光线太强了？一点也不，我亲爱的朋友，这对画来说是个好地方。让我看看。霍尔沃德走向房间的角落。一声恐怖的尖叫从多里安·格雷的嘴里发出，他冲到画家和屏风之间。巴兹尔，他说，脸色苍白，你不能看他，我不希望你这样做。我不应该看我自己的作品，你不是认真的吧？我为什么不能？霍尔沃德笑着说。如果你试图看他，巴兹尔，我保证，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和你说话。我是完全认真的，我不会给你任何解释，你也不要问我。但是，记住，如果你碰这个屏风，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霍尔沃德惊呆了，他完全惊呆地看着多里安·格雷，他从未见过他这样。这个年轻人真的因为愤怒而脸色苍白，他的手紧握着，他眼睛里的瞳孔看起来像蓝色的火盘，他全身都在颤抖。多里安，别说话。但是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希望这样，我就不看了。他冷冷地说，转过身走向阳台。但我真的觉得不能看我自己的作品很荒谬，尤其是现在我打算在今年秋天在巴黎展出它。我可能需要事先再涂一层，所以总有一天我必须看它。为什么不是今天？展出它？你想展出它？多里安·格雷喊道，一种奇怪的恐惧感涌上心头。世界会发现他的秘密吗？人们会对他的生活之谜感到惊讶吗？这是不可能的。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管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是的，我想你不会反对的。将在一个展览中收集我最好的画作。该展览将在10月的第1个星期开幕。这幅画像只会展出1个月。我想你可以暂时不用它。事实上，你肯定会在城外。如果你总是把它放在屏风后面，你不会太在意它。多里安·格雷用手擦了擦额头，额头上布满了汗珠，他感到受到威胁。1个月前你告诉我你永远不会展出它，他喊道。你为什么改变主意？那些自称始终如一的人和其他人一样反复无常。唯一的区别是你们的反复无常完全没有意义。你不可能忘记你保证，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让你把它送到展览会上。你对哈里也说了同样的话。他突然停了下来，一道光在他的眼中闪过。他记得亨利勋爵曾经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你想度过一个有趣的15分钟，问问巴兹尔为什么不想展出你的画像。他告诉我了，这真是一个启示。是的，巴兹尔可能也有一个秘密，他会试着弄清楚的。巴兹尔，他说，走近他，看着他的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告诉我你的秘密，然后我会告诉你我的秘密。你为什么拒绝展出这幅画像？画家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多里安，如果我告诉你，你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喜欢我，而且你肯定会嘲笑我。我无法忍受这两种情况。如果你不想让我再看这幅画像，我同意，我可以一直看着你。如果你希望我所做过的最好的作品永远隐藏在世人面前，我会接受。你的友谊比任何名声或声誉都更珍贵。不，巴兹尔，你必须告诉我。多里安·格雷坚持说，我认为我有权知道。恐惧感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好奇心。他决心揭开巴兹尔·霍尔沃德的秘密。我们坐下吧，多里安，画家不安地说。我们坐下，只回答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幅画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一些你一开始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但突然显露在你面前。巴兹尔，年轻人喊道，他用颤抖的手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用惊恐的眼睛看着他。我明白了，别说话，等，听我说完。多里安，从我们认识的那一刻起，你的个性就对我产生了影响。我感到你支配着我的精神，我的大脑，我的意志。你对我来说变成了化身，一个理想，他的记忆像一个梦一样困扰着艺术家。我崇拜你，我嫉妒所有和你说话的人。我想把你据为己有，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快乐。当你离开我的时候，你仍然存在于我的艺术中。当然，我从未让你知道任何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你不会理解的，我自己也很难理解。我只知道我亲眼看到了完美，世界变得美妙起来，也许太美妙了。因为如此疯狂的崇拜存在着危险，失去他们的危险，不亚于保留他们的危险。几个星期过去了，我越来越沉迷于你，然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我把你画成巴里，穿着盔甲，画成阿多尼斯，穿着猎人的衣服，拿着一把标枪，你带着莲花，坐在船头，凝视着尼罗河，你欣赏你自己的脸庞，一切都像艺术应该的那样。无意识、理想和遥远。有一天，一个日子，我决定画一幅你真实的画像，不是穿着过去的衣服，而是穿着你自己的衣服，在你自己的时代。我不知道是技术的现实，还是你个性的奇迹，以这种方式直接反映出来。但我知道，当我在它上面工作时，每一笔和每一层颜色似乎都在揭示我的秘密。我害怕其他人会理解我的偶像崇拜。我感到，多里安，我说的太多了，我把太多的自己放进去了。那时，我决定永远不允许这幅画展出。你有点不高兴，但那时你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哈里，我告诉了他我的理由，他嘲笑我，但我不在乎。当这幅画完成后，我独自坐在他面前，我感到我是对的。好吧，几天后，这幅画离开了我的工作室。当我摆脱了它的存在所带来的吸引力时，我觉得我是一个疯子。想象我在这幅画中看到了一些东西，除了你非凡的美丽和我能够画出的东西之外，即使现在，我仍然忍不住认为一个人在创作时感受到的激情实际上会表现在创作的作品中是错误的。艺术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抽象，形式和颜色告诉我们形式和颜色，仅此而已。我经常认为，艺术隐藏艺术家的程度远远大于它揭示的程度。因此，当我收到巴黎的邀请时，我决定将你的画像作为我展览的主要作品。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拒绝。现在我明白了，你是对的。这幅画不能展出。你不要因为我告诉你的事情而生气，多里安。正如我曾经对哈里说过的，你是为了被崇拜而生的。多里安·格雷深吸了一口气，他的脸色恢复了血色，他的嘴唇上露出了微笑。危险已经过去，他暂时安全了。然而，他忍不住对刚刚向他坦白了秘密的画家感到怜悯。
他想知道自己是否也会被朋友的个性所征服。亨利勋爵的魅力在于他非常危险，但仅此而已。他太聪明和愤世嫉俗了，无法崇拜他。是否会有人让他感到如此奇怪的偶像崇拜？这是否是生活为他保留的东西之一？多里安，霍尔沃德说，我很难相信你能在画像中看到这些。你真的看到了吗？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他回答说，一些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东西。那么你不会介意我看到它了？多里安摇了摇头。别要求我这样做，巴兹尔，我不能让你站在画像前。你总有一天会让我看的，对吗？永远不会。好吧，也许你是对的。现在再见，多里安。你是我生命中影响我的艺术的人，我所能做的一切好事都归功于你。啊，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所有这些话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亲爱的巴兹尔，多里安说，你告诉我什么了？只是你觉得你太崇拜我了，这甚至不算是一种恭维。我不是想恭维你，这是一种坦白。现在我坦白了，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也许一个人永远不应该用语言表达他的崇拜。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坦白。你还期待什么，多里安？你没有在画像中看到其他东西，对吧？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是吗？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你为什么问这个？但你不应该谈论崇拜，这太疯狂了。你和我